大家好，今日係香港時間7月3號禮拜日，歡迎收聽今日新聞。我哋首先睇下中國新聞，下面請聽報道。中共20大將會點樣影響中國局勢，係各國政府智庫關注嘅話題。9月2號，自媒體人一劍飄塵披露一份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嘅內部報告，對習近平喺20大連任作出評估，並且對中國未來嘅走向作出分析。一劍飄塵並冇公布呢一份報告嘅全文，只係讀咗報告嘅中文翻譯版。佢話呢一份係內部報告，作者係高級研究員 Rebecca Henrich， 佢係通過內部渠道獲得呢一份報告㗎。據一劍飄塵話，呢一份報告認為習近平喺幾個月之後嘅20大連任嘅可能性好大。如果話過去幾年已經有人將習近平同毛澤東相提並論，咁樣連任之後嘅習近平將會正式成為新時代嘅毛澤東，咁會令佢擁有說一不二嘅權力。從此之後，黨內唔會再有任何挑戰佢嘅力量，即使仍然有部分中共遺老，佢哋亦都唔可能再好似鄧小平時代咁對領導人說三道四。但係咁並唔會令中國強大，咁只會令中國走返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嘅道路，因為只有呢一條路對獨裁者嚟講先至係安全嘅道路。如果喺政治同軍事上習近平已經掌握所有，咁佢亦都唔會讓出經濟嘅領導權。報告認為習近平喺20大之後會採取更極端嘅措施管控社會，飛速擴張核武同軍備。連任之後嘅習近平會將取代美國作為最大目標，咁會令中美之間嘅對抗翻返去冷戰時代。咁對美國唔會構成危險，因為冇強大嘅經濟結構，單靠核武器對世界和平構成唔到威脅。報告仲講到台灣問題，認為台灣更加係一個西方民主國家，而唔係中國嘅一部分。佢嘅存在就係對中共嘅挑戰，因此北京更想吞併台灣。但係喺地緣政治，台灣對美國有重要嘅意義，而且一個經濟上衰落嘅中國，真係能夠通過武力佔領台灣咩？報告認為咁取決於俄羅斯喺烏克蘭嘅命運，而我哋已經睇到烏克蘭戰爭嘅曙光。一段時間以嚟，觀察人士判斷中共正走向閉關鎖國。今年上半年，中國多省傳出電信公司關閉國際電話同短信功能，公民出國喺海關被勸返等等事件。最近北約峰會正式通過咗新嘅戰略概念，首次明確提出中共嘅野心同強制政策正在挑戰我哋嘅利益、安全同價值觀。中共同自由世界嘅裂痕進一步加深。大紀元時事評論人士唐浩喺大約1年前就分析話，習近平正準備將中國一步步帶向封閉鎖國、以拖代變嘅局面。原因係北京誤判形勢，搞戰狼外交，但係就被國際社會反擊包圍。習近平意識到咁不但會動搖中共嘅政權，亦都會影響到自己連任，因此打算改用明太祖朱元璋嘅開國三策，即係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唐浩當時估計，習近平會等連任安穩之後，再根據國內同國際形勢嚟決定會否解鎖。如果照一劍飄塵披露嘅智庫報告嚟睇，習近平喺20大連任之後，不單止唔會解鎖，仲可能進一步封鎖國門。遼寧省丹東市封城後，接連爆出醜聞，而7月1號，丹東市又被曝光186人嘅核酸檢測採樣混合管被拋棄喺路邊，再次成為輿論焦點。據丹東市官方通報，6月30號，丹東市新增7例無症狀感染者。當日，該市開展咗高質量全員核酸檢測。7月1號，丹東市振興區花園街道桃園社區嘅居民發現，該街道30號早上做嘅核酸檢測採樣混合管被拋棄喺路邊，放置1日1夜，冇人管理。呢啲樣本總共係186人。
當地社區居委派咗一名志願者要取走採樣混合管棄掉，被當地居民制止。呢一件事被當地居民拍影片上傳到網上後，引起網民嘅關注。唔少網民表示，呢一種防疫有用咩？睇睇官方點樣處理呢一場核酸檢測騙局啦！186人嘅核酸採集樣本掉喺路邊一日一夜，呢啲人嘅核酸報告居然仲係更新，呢個工作賺錢亦太快啦！丹東百姓而家都知道當地冇疫情，而係有妖作怪，再繼續落去民不聊生啦！呢一件事被曝光後，當地官員俾居民作出解釋，稱係社區幹部及運轉司機由於工作疏忽忘記採樣箱。之後，社區書記帶領當地幹部到現場給當地居民道歉。今年以嚟，中國各省市嚴格執行中共嘅清零防疫政策，而丹東係封控最為嚴厲嘅城市之一。近日，丹東市接連爆出醜聞。6月23號，丹東居民黃馬襲警嘅影片喺網上傳開。此時，該市有啲地區已經被封控3個幾月。6月30號，丹東市再爆醜聞，當地一名93歲老人因去醫院就醫，被社區阻止並報警。據稱，老人被捕後受到虐待，之後不堪受辱，喺社區門口上吊自殺。當局壓制咗相關消息。我哋嚟睇下國際新聞，下面請聽報道。7月2號，烏克蘭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遭到猛烈襲擊。喺呢次襲擊爆發嘅前一日，俄羅斯人喺敖德薩附近嘅一個公寓樓發動導彈襲擊，造成20幾人遇害。烏克蘭當局警告話，俄羅斯對烏克蘭城市居民區嘅襲擊活動正喺度進一步增多。根據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嘅講法，克里姆林宮好可能喺度為烏克蘭嘅持久戰進行準備。目前，俄羅斯杜馬獲得咗政府當局嘅一項修正案，該方案要求所有俄羅斯企業對政府部門提供所謂特殊軍事行動同反恐活動嘅幫助。近日以嚟，俄羅斯軍隊正喺度向南進行炮火同導彈襲擊，並且擴大新兵人數。敖德薩州政府發言人謝爾蓋布拉丘克話，俄羅斯嘅襲擊導致當地一座居民樓部分坍塌，造成至少21人喺睡夢中喪生。另一枚導彈擊中咗一個度假設施，造成數人受傷。自由歐洲電台報道話，出於協助民眾躲避飛彈嘅目的，敖德薩啟用咗17世紀初建造嘅世界最大地下墓穴作為避難所，希望總長2500公里嘅地下迷宮能夠讓居民躲避導彈襲擊。為咗幫助烏克蘭軍隊反制俄羅斯，美國政府7月1號宣布對烏克蘭追加8.2億美元嘅軍事援助。其中包括 NASAMS 地對空導彈系統同反炮兵雷達。至到而家為止，美國政府已經向烏克蘭送去咗76億美元嘅安全援助。中共政府宣布代表多家航空公司採購292架空中客車公司嘅噴氣式客機。呢個係北京自從疫情爆發以嚟發出嘅首筆大型飛機訂單。有分析認為，北京發起呢筆訂單嘅目的係為咗挽救中共同歐洲嘅關係，但係呢筆訂單好可能難以落實，導致簽約方得不償失。據空中客車發言人嘅講法，自從2019年7月份以嚟，企業首次從北京當局獲得 A320neo 窄型客機嘅大額訂單。呢次嘅訂單將喺歐洲同中國天津工廠製造。中共官方媒體新華社嘅報道話，東方航空、南方航空、中國國航同其子公司深圳航空都將係獲取訂單嘅公司。北京冇披露呢次訂單嘅價格，海外媒體公開嘅數據顯示，每架訂單飛機嘅價格為1.01億美元，而大宗訂單將會獲得較大嘅折扣。喺發佈對空中客車訂單嘅消息之際，北京政府宣布放寬美國公民嘅入境限制。
試圖吸引更多國際旅行，但係由於北京政府嘅限制過多，國際航班嘅數量仍然稀少，導致美國到中國嘅機票價格仍然高達$10,000。行業數據顯示，喺呢個之前，包括東航、國航在內嘅中國航空公司已經連續2年虧損，原因之一係國際航班數量難以達到預期。評論人士何旭對希望之聲話，飛機訂單係北京政府嘅一張經濟牌，而家中共希望落重藥挽救國際嘅關係，以恢復外國政府嘅信任，增加外資渠道嚟救中共嘅經濟。但係咁樣嘅做法係徒勞嘅，原因係而家北京政府單係憑購置大量飛機已經唔足以解決外界對佢嘅顧慮，亦都唔能夠減弱歐洲對中共同俄羅斯關係密切、威脅台海同迫害人權等問題嘅關注。喺6月下旬，多家海外媒體消息指出，中共政府歐洲事務特別代表、前聯合國副秘書長吳長波連續訪問比利時、塞浦路斯、捷克、法國、匈牙利、德國同意大利，一路上對各國政府就疫情防控、戰狼外交、一帶一路債務等問題承認錯誤。呢個行程被行業稱為係道歉之旅。何旭認為，喺國內經濟問題頻發嘅情況下，北京供應國際大單嘅資金實力已經唔夠。呢種情況下簽300架飛機嘅大單，花1000億元人民幣，實際上嘅效果就好似空頭支票，訂單可能會中途告吹。如果歐盟同北京嘅關係繼續下滑，或者北京喺台海引發事端，咁樣法國空中客車公司簽署嘅呢份大單，隨時可能會成為北京嘅籌碼，受到制裁。因此呢筆訂單睇似豐厚，但係風險好高，好可能得不償失。歐盟與北京嘅關係持續降溫，但歐盟卻喺停滯8年後恢復與印度嘅貿易談判。香港南華早報2號報道，歐盟貿易執行委員杜姆布羅夫斯基斯上個禮拜表示，對於歐盟而言，與印度嘅夥伴關係係未來10年最重要嘅關係之一。印度工商部長戈雅就話，與歐盟嘅貿易會談象徵21世紀嘅世界貿易嘅夥伴關係。相比之下，歐盟與北京始終未能就原定上個月舉行嘅高層經濟會談敲定日期。歐盟消息人透露，北京當局對佢哋所提出嘅會談要求已讀不回。喺2013年，歐盟曾經因關稅與勞工嘅歐盟簽證等問題上與印度有分歧，以致談判破局。美國華府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計劃資深研究員莫漢指出，如今雙方關係已非常成熟，雙方都力圖求同存異。莫漢仲話，儘管印度始終未出現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但歐盟仍視其與印度嘅關係為當務之急。面對歐盟施壓，就其立場作出解釋，印度當局會同歐洲溝通，並說服歐方印度處於艱難嘅地緣政治地區。此外，印度總理莫迪亦私下致電俄烏兩國元首，並不斷就印度嘅立場與歐洲溝通。莫漢話，呢一個亦解釋咗點解同樣未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中國相比，印度受到嘅衝擊唔算太大。歐洲改革中心嘅資深研究員羅威話，從地緣政治角度嚟睇，美國、歐盟同佢哋嘅盟邦都需要讓印度站喺同一邊。近期，根據報告披露，中國嘅商品製造商阜豐集團喺北達科他州嘅大福克斯空軍基地附近購買咗300英畝嘅土地。此舉引發咗美國各界對中國間諜活動嘅擔憂。據 CNBC 報導，3個北達科他當地居民以$260萬嘅價格將土地賣俾咗阜豐集團。該地區距離大福克斯空軍基地大約20分鐘車程，距離加拿大邊境約90分鐘嘅車程。據悉，大福克斯空軍基地係美國最先進嘅軍用無人機技術嘅所在地，同時該基地亦係一個新嘅太空網絡中心嘅所在地，係美國全球所有軍事通訊嘅支柱。
而買家中國企業阜豐集團係總部設喺中國山東國際化生物發酵製品公司。該公司稱計劃利用呢塊土地建造一個價值7億美元嘅玉米加工廠。對此，一啲安全專家警告話，應該停止呢一家工廠購買土地，因為佢可能為中共情報部門提供前所未有嘅便利。同時，美國軍方官員亦發出咗警報。空軍高級官員近期發出警告，表示阜豐集團喺大福克斯呢一個只有6萬人口嘅小鎮嘅存在，構成對國家安全嘅威脅。美國空軍少校福克斯表示，大福克斯空軍基地嘅一啲最敏感嘅因素，在於無人駕駛航空系統固有嘅數字上行同下行鏈路以及佢哋與天基資產嘅互動。一個接近呢啲數據嘅中國公司將帶嚟國家安全風險，對美國嘅戰略優勢造成嚴重損害。北達科他州共和黨眾議員拉默亦都反對阜豐集團喺該州建廠，佢認為阜豐集團係中共政府嘅一個幌子。拉默話：我哋嚴重低估咗中共喺收集信息、收集數據，以邪惡嘅方式使用呢啲信息方面嘅高效性，所以唔能夠讓中共喺我哋嘅後院入邊做生意。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民主黨參議員華納對克拉默嘅睇法表示贊同。華納講：我哋應該嚴重關切中共喺敏感地點嘅投資，例如美國周邊嘅軍事基地。多謝收聽呢一節嘅今日新聞，再會。